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苹果公司超越微软公司，重新夺回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称号，表明投资者对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增长和地位的信心增强。接下来，股市网红罗 Erin Kitty 披露增持游戏驿站股票至900万股，价值 2.62 亿美元，不再持有6月21日执行价20美元的看涨期权。接下来这条，加拿大籍中国居民承认窃取特斯拉电动车电池制造商业机密，并试图将机密出售给卧底政府探员。该男子面临最高10年徒刑，其同谋目前仍逍遥法外。接下来这条，墨西哥和美国共同担忧中国廉价电动汽车主导快速增长的市场，从而损害通用、福特和特斯拉等区域汽车制造商。中国汽车进口已开始进入美国南部边境，价值增幅达 443.9%。目前，墨西哥每卖出10辆汽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汽车制造商。中资电动汽车制造商已进入美国和墨西哥市场，引发加强管理的呼声。中国汽车制造商尚无在墨西哥建厂，但墨西哥临近美国的地理位置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接下来这条，亚洲零售金买家热衷购买黄金，即使价格居高不下，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了他们的兴趣。接下来，受日本股市下跌拖累，亚洲股市下跌，日元窄幅波动，市场正等待日本央行2天的政策会议结果。下一条，日元在日本央行政策决定前走弱，欧元因政治动荡而面临周线损失，美元受欧元下跌和避险买盘提振。尽管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会维持超低利率，但可能会宣布减少大规模债券购买，逐步退出宽松政策。让我们关注，油价周五下跌，但仍有望实现4周内的首次周度上涨，因市场评估美国利率长期走高和今年原油和燃料需求强劲前景的影响。周五，原油价格在经历了1周的 CSA 行情后上涨。此前，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坚持认为，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高盛预测今年夏季美国燃料需求强劲。接下来，韩国半导体出口价格创纪录上涨，主要受益于人工智能领域复苏，内存行业快速反弹，出口价格指数同比猛增 42.1%， 提振韩国经济增长。让我们关注，美联储降低降息预期，亚太股市下跌，日元汇率波动，日本央行宣布维持超低利率，但市场关注其缩减债券购买的可能性。让我们关注，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推迟宣布债券购买计划，导致日元对美元贬值 0.6%。投资人等待央行出台提振日本收益率并缩小与其他国家收益率差距的政策。接下来这条，受更广泛金融市场风险规避情绪和全球供应强劲的迹象影响，石油价格下跌，抹去周涨幅。下面这条，教皇方几个将出席7国集团峰会，讨论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呼吁制定国际条约，确保人工智能的道德开发和使用。接下来，亚洲股市表现不一，日本股市上涨，澳大利亚股市下跌，美国股市继续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创下新高。日本央行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表示将逐步减少国债购买。最后一条是，印度尼西亚新总统苏比安托计划通过稳步将债务率提高至20年来最高水平，为其支出承诺提供资金。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